在许多的佛教经典里啊，开篇都会有4个字如是我闻，意思就是我亲耳听到佛陀这样说。那这里的我是谁？他凭什么能代表佛陀发声呢？其实这个我指的就是在佛陀的晚年一直陪在佛陀身边的弟子阿难尊者。他在佛陀众多的弟子里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论智慧他比不上舍利弗，论神通比不上目犍连，苦行呢更是不如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摄。那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佛陀选择他作为身边人呢？跟佛陀释迦牟尼一样，阿难也是2500多年前的迦毗罗卫国的一个小皇子，他的父亲是国王的兄弟，所以阿难其实就是佛陀的堂弟。他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刚出生的那天正好传来了释迦牟尼顿悟成佛的消息，王宫里得知这个喜讯，就给他取名为阿难，意思是欢喜和喜庆。而且阿难的相貌长得也非常端正，据说他长大后因为长相跟佛陀非常的相似，还经常会被误认为是佛陀。佛陀在家乡传法的这些年，释迦族里的很多年轻的贵族都受到了佛陀的影响，选择了出家。阿难长大后也决定放弃王子的身份，走进僧团，成为了佛陀的弟子。他在出家后虽然非常的勤奋，但是也没有特别的突出，平时也就是跟着僧团一起化缘打坐和听佛陀讲法。就这样到了佛陀55岁的那年，阿难的修行之路呢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随着佛陀的年纪越来越大，不管外出讲法、化缘还是日常的起居，都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人来照顾。之前呢都是弟子们轮换着来，这就导致了佛陀的日常事务很难稳定下来。于是僧团的弟子们就商量着给佛陀找一个正式的侍者。可是当佛陀的贴身侍者可不轻松啊，毕竟是照顾一位老年人，首先就要心细，不仅要随时注意佛陀的身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也要提前安排好，更重要的就是得帮忙转达和记录佛陀说过的话，所以记忆力也非常重要。当时像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些在僧团中比较有威望的弟子，都主动的站出来想要照顾佛陀，可是佛陀拒绝了。佛陀就说，你们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佛陀就把目光转向在角落里的阿难，大家也明白佛陀希望阿难来当这个侍者。可是阿难面对这个差事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能每天跟在佛陀身边，能听到最核心的教法，这可是很多人求之不来的。所以他就想，我在僧团里资历很浅，还有着佛陀堂弟的这个关系，要是答应了下来，僧团里的其他人肯定会觉得是靠关系获得的职位。然后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佛陀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就是世尊穿过的衣服不能赏赐给他，第二是信徒们供养的食物他也绝对不会吃，第三就是要是有信徒单独宴请世尊，他也不会跟着去。而且他还要求，如果世尊讲法的时候他不在场，然后回头要单独给他再讲一遍。阿难提的这些要求也能看出来他非常的有原则，距离越近就越是要把边界划清楚。佛陀听完阿难提的这些条件后也全部答应了下来。从这天开始，阿难就正式的成为了佛陀的贴身侍者。在成为侍者后，阿难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琐碎，他每天要在天亮前起床给佛陀准备洗漱的水，佛陀出去化缘他就跟在身后，讲法的时候他也会站在身边驱赶蚊虫，甚至是夜里他也不能睡得太熟，因为即便是深夜也随时都有可能来人请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阿难展现出了他身上最不可替代的天赋，那就是惊人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呢？佛教里有个称呼叫多闻第一，就是专门用来形容阿难的佛陀说过的话、讲过的法，哪怕再长再复杂，只要阿难听一遍就能一字不漏的全部复述出来，甚至是连语气都能模仿。所以有时候僧团里有的人因为生病或者是外出错过了佛陀讲的法，就会来找阿难再给他们讲一遍。虽然阿难天天跟在佛陀身边，听的道理多，记忆力也好，但是他却始终没能断掉心中的烦恼，没能证得阿罗汉果。一个原因是他忙着照顾佛陀，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把精力全部用在修行上。第二个原因就是阿难本身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看到有人受苦他也会难过，甚至流下眼泪，而正是这份温柔的性格却让他遇上了一次劫难。
有一天，阿难去城里化缘的时候感到口渴，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口井，井的旁边有个正在打水的年轻的姑娘，摩登伽女。阿难就走过去，礼貌地向姑娘讨碗水喝。摩登伽女听到声音回头一看，眼前的僧人是仪表堂堂，面相庄重，说话也非常的温柔亲切。这一瞬间，摩登伽女就被迷住了。她把水递给阿难的时候，心里就认定这辈子非他不嫁。她回家后是不吃不喝，整天都躺在床上流眼泪。她的母亲看到她跟丢了魂儿一样，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摩登伽女就把遇到阿难的事情说了出来。她的母亲也是心疼女儿，就用了一种专门迷人心智的巫术，打算强行把阿难给迷过来。几天之后，阿难就像往常一样去城里化缘。可是刚进城没多久，双腿就不受控制地走向摩登伽女的家里。摩登伽女看到心上人来了，那自然是非常激动，就满心欢喜地靠了上去。可是此时阿难却很痛苦，因为他的理智并没有完全消失。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是个要遵守戒律的比丘，也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身体不受控制，嘴里也说不出话，就只能在心里责备自己。其实这时候远在精舍的佛陀已经察觉到了阿难遇到的麻烦，就念诵了楞严咒，然后派了文殊菩萨去帮助阿难化解这次危机。文殊菩萨刚到了摩登伽女的家里，阿难就清醒了过来，然后头也不敢回的跟着文殊菩萨回到了僧团。等到阿难再次见到佛陀，是直接跪在了地上，哭得泣不成声。他问佛陀为什么自己听了那么多佛法还是会被迷惑。佛陀看着阿难回答说，你虽然听过很多佛法，但大多只是记在了脑子里，你会被迷惑是因为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心。人之所以一直痛苦，一直被外界牵着走，就是因为把那些念头、欲望、喜欢和害怕当成了真正的自己。可这些东西都是会变的，今天喜欢，明天就讨厌，现在清醒，下一刻却又糊涂了。你如果一直把这些念头当成自己的话，就会一直被他们带着走。阿难这才明白，真正让自己被迷惑的并不是摩登伽女，而是自己心里的妄想和执着。不过也正是因为阿难这种温和共情的性格，让他做到了一件改变佛教历史的大事儿，就是推动女性出家，促成了比丘尼僧团的建立。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去世后呢，抚养佛陀长大的姨母，也就是大爱道夫人，带着500名释迦族的贵族妇女一起来到佛陀面前请求出家。可佛陀并没有同意，这倒不是因为佛陀轻视女性，因为当时社会制度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女性出家的，而且出家人并不能只住在寺庙，是需要经常外出行脚，有时候还要住在荒郊野外，这对于女性来说会面临许多危险。还有就是一旦让女性进入僧团，必然也会招来很多非议，影响佛法的传播，所以佛陀就拒绝了大爱道夫人的请求。大爱道夫人被拒绝以后并没有死心，他们就自己剃了头发，穿上粗布衣服，甚至连鞋子都不穿的再次来到了精舍门口。可这一次他们连讲堂的门都没进去。就在他们在精舍外痛哭的时候，阿难刚好从里面走出来，他看着这些曾经高贵的王妃和公主们现在满身尘土痛哭的样子，心里就很难过，于是就决定替他们向佛陀求情。阿难接连请求了3次，佛陀都没有答应，然后阿难就换了一种方式问，如果女人按照佛法去修行，她们能断除烦恼，修成正果吗？佛陀坦诚地回答说，不管是男女，只要精进修行，都能获得解脱。阿难接着说，既然女人也能解脱，那世尊为什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呢？更何况大爱道夫人对您有养育之恩，当年您的生母去世的早，是她把您喂养长大，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您，现在她只是想寻求真理，怎么忍心把她拒之门外呢？阿难的这些话既说明了佛法中众生平等的原则，也说出了人世间最朴实的感情。佛陀看到阿难的慈悲，也知道大爱道夫人他们求道的决心是挡不住的，就同意了他们出家的请求。就这样，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性僧团建立起来了。在阿难陪伴佛陀的20多年里，他看着佛陀的头发慢慢变白，看着佛陀的脚步越来越慢。阿难知道他最不想面对的一天就要来了。
有一天已经80岁的佛陀平静地对阿难说，再过3个月我就要圆寂了。阿难听到后就恳求着佛陀用神通多留几年。佛陀就说，这世间的万物啊，有生就必然有灭，这是自然的规律，肉身也是如此，怎么能违背规律呢？后来佛陀在前往居士那揭罗的路上，让阿难去附近的小河里打点水。阿难拿着钵走到河边，却发现刚才还清澈的河水已经被路过的马车搅浑了。阿难就跑回来对佛陀说，水太脏了，没法喝，咱们再往前走走吧。佛陀说，你现在再去看看。阿难再次来到河边的时候，发现河水已经变得清澈见底。他也知道这是佛陀最后一次显现奇迹了。根据《大般涅盘经》的记载，当佛陀躺在梭罗双树间的绳床上，呼吸越来越微弱的时候，阿难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又不敢当着佛陀的面表达出来，就偷偷躲到不远处精舍的一根柱子后面放声大哭。在佛陀生命的最后时刻，阿难跪在佛陀前，问了4个关于佛教未来的问题。世尊涅盘以后，我们奉谁为老师？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如果僧团里出现了不守规矩的比丘，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们？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要整理记录您讲的法，应该用什么来证明是您说过的话？佛陀用最后的力气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走以后，你们要以佛法和戒律为师，你们以后修行不要向外界寻找答案，而是要从观察自己开始。对于那些难以教化的比丘，不要去跟他争辩，也不要理会。最后就是以后整理经书的时候，在经文前加上如是我闻来表示是亲耳听到的。在佛陀涅盘后，僧团也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把佛陀生前讲过的法和制定的戒律整理记录下来，防止以后失传误传。于是僧团里威望最高的大迦摄尊者决定召集500名断了烦恼的阿罗汉，一起整理核对教法和戒律。这也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经典结集。但是在大家设选到第499个的时候就停了下来，所有人都觉得这最后一个位置肯定是留给阿难的，因为阿难可是公认的多闻第一，佛陀讲过的话也只有他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迦摄尊者在法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了阿难的加入，还对阿难说，你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所以不能参加这次集结。阿难虽然心里委屈，也只能默默地低着头离开了法场。其实大迦摄并非真的不希望阿难加入，而是用这种方式逼着阿难断掉最后的执着。阿难离开会场后，就一个人走进了树林里。而此时距离结集正式开始也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晚上，他先是坐在树下打坐，可是却不能专心，总是能想起佛陀讲法的画面和大迦摄严厉的眼神。于是他又站起来，在空地上经行，就这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的，不停地跟自己的杂念做斗争。他心急地逼着自己断除烦恼，而断除烦恼这件事儿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执着。阿难就这样熬了一整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就打算躺下休息一会儿。可就在他的头马上要碰到枕头的时候，心里所有的执着竟然彻底粉碎。也就是这一瞬间，阿难破除了内心的无明，证得了阿罗汉果。到了第二天的清晨，结集大会正式开始。当大阿罗汉们准备开始整理经典时，阿难用刚获得的神通穿过了石壁，直接出现在了会场中央。大迦摄看到眼前的阿难就知道，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跟在佛陀身后的侍者了。现在的阿难是一位真正的大成就者。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阿难走上法座，对着台下的师兄弟们平静地说出了如是我闻。从这一刻开始，佛陀的智慧就通过阿难尊者在世间流传。就这样又过了几十年，曾经那个在佛陀身后的年轻侍者已经变成了一位120多岁的白发老人。对于当时的出家人来说，只要看到阿难就好像看到了佛陀一样，而阿难也非常清楚他也快离开了。在东晋高僧法显留下的《佛国记》里面记录着阿难的晚年住在摩揭陀国，这个国家的国王阿舍氏对阿难非常的恭敬，可是阿难却决定在恒河对岸的毗舍离国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个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阿舍氏的耳朵里，
他就想，阿难尊者可是国宝一样的人物，圆寂后留下的舍利更是无比神圣的。如果去了毗舍离国，那我们摩羯陀国岂不是什么都留不下来？国王阿舍氏是越想越着急，就干脆带领着军队去追赶阿难，就算是用武力也要把阿难留在摩羯陀国。但是恒河对岸的毗舍离国也得到了消息，他们生怕阿难被摩羯陀国抢走，也带着军队集结到恒河的岸边，双方都是严阵以待，眼看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而此时的阿难坐着小船刚好到了河的中间，他看着两岸的信徒们为了争夺自己的肉身互不退让，就明白了自己无论在哪个国家圆寂，必定是会引发一场战争。作为以慈悲之心修行了一辈子的僧人，怎么会忍心让这么多人因他丧命？于是他就在恒河的中间进入了禅定，身体慢慢的飘到了半空中，化作火焰，焚烧了自己的肉身。他的舍利也分成了2部分，分别落到了恒河的两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